我真的想不到有一天南瓜这个颜值能搞上擦边啊，就是。啊，姐妹们，你们叫他好帅，你们吃点好的吧。求求了，求求了。南瓜刚才自己说到自己可能为了减肥，就是少吃了很多饭吧。今年，我希望你少吃那些饭，我吃。我要吃饭，我要上桌的。开始我今天正式的演出啊！大家好，我叫朱大强。好热情，好热情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容易生气、比较容易愤怒的人啊。我们女生生气气多了的话，就会长很多的那种甲状腺结节、乳腺结节各种嘛。我每次就是一生闷气，就开始长那种乳腺结节。我把这个气发出来呢，开始长甲状腺结节。哎，我就感觉我好像一气呵成2种结节。哇，有点太多了。我就感觉我每天这些结节，就是你们胸腔这里长不下的，开始长到嗓子眼这里去。这什么？节节高升。然后嗓子眼这里长不下的结节呢，又掉到下面去，节节败退。然后在我体检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讲啊，说是90%的女人都会长结节的。哇，我就感觉如果这么高的比率都拥有结节的话，它就不应该再是一种疾病了，它应该成为一种新型的器官，对吧？而且我觉得如果都是女生来长的话，我们以后这个新器官给它叫一种新名字，我们以后叫它妇女节。我觉得我爱生气吧，这个东西完全也怨不得我，是因为我感觉每天我生活中那种看不顺眼的人有点太多了。哇，有些人真的在公众场合边界感有点太差了。我有次在那种餐厅里面吃饭啊，我隔壁桌有个哥们在那里猛猛抽烟，哇，抽烟抽到我感觉他要在我旁边那种原地升仙了，我就开始过去大声呵斥他，我说公众场合不可以抽烟的呀。他自己还气上了，他开始那种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然后一边瞪我吧，一边有点想放点狠话，我感觉他有点咽不下那口气，也有点咽不下那口烟。然后他开始拿着那个烟，恶狠狠地开始把那个烟攥灭在自己碗里的饭上。我有点看不懂，我说这是在用不吃碳水表达自己的愤怒吗？看不明白。我说有点太会愤怒了吧，感觉就是一种超弱的超雄，泰迪熊，还挺可爱的。哎，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想就是当狠人的话，他应该一边抽一边灭烟，一边把那个烟灭在自己的头上，对吧？一边抽烟一边烫头的，看起来就那种超绝狠人。哎，我真的很看不惯那种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啊！我唯一能接受人在公众场合冒烟的情况呢，就是他火化。然后有时候觉得吧，抽烟就是一种慢速火化，主要是对抽烟人的身体不好，二手烟也不好。他火化，我陪葬。不喜欢，我就把所有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呢，我在背后亲切地把他们称呼为烟人。哎呀，我好恨烟人啊，真的。特别那个烟人有时候走路走在我的前面，你就感觉他一路走一路排放尾气。我说这种人为什么不去走那个机动车道呢？对吧？你要走路走在我前面的话，你最好是寿命上也走在我前面。哇，这种路上走的也能接受。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密闭空间内抽烟的那种啊！我有一次打上一个出租车啊，哇，那个司机在里面猛猛抽烟，我在后面很生气，我说烦死了，我说你一直抽什么烟呀？他说我抽软中华呀。谁问你了？我问了，就是哇，然后很烦，我就开始用各种借口跟他沟通嘛。后来发现各种借口都不管用，直到后面跟他讲，我说我怀孕了，闻不了烟味，然后他才把那个烟吸掉。哎，我就感觉好像我怀了个人的时候，我才能被当个人尊重，我就感觉很悲凉。但是我后面就发现吧，我这个人，我感觉我也是那种母凭子贵了。我现在是一个熹贵妃，每天到处吸一些二手烟。母凭子贵。而且现在吧，我有时候会发现，就是怀孕对于劝阻抽烟来说，这个借口还蛮好用的。所以我现在就是那种随时随地乱怀孕。哎呀，我一出门就怀孕，一出门就怀孕，这个世界太危险了。我真的很讨厌，我觉得公众场合很多人都是那种完全不顾别人，只做自己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在地铁上见过那种有些那种男生嘛，就他一坐下就会把那个腿弹开。哇，真的很烦啊，就那种螃蟹男孩，那个左腿永远碰不到他的右腿。我不知道两腿之间空那么大的位置用来干什么呢？可能是用来存放自己虚无的男子气概吧。不理解。
但有时候这种大男人坐姿真的会影响到我的，因为我有一天坐地铁哈，我旁边那个男士也是一坐下就把那个腿弹开了，而且他那个腿越弹越开，越弹越开，他有点太放得开了，哇，我就感觉他那个腿在和那个车一起开，往城市的边缘开，哇，然后他搞得我坐的位置开始越来越狭小，越来越狭小嘛，我就想提醒一下他，我就开始翘二郎腿，我就翘一下踢他一脚，翘一下踢他一脚，哇，我真的每一脚都踢得巧妙又刻意。甚至吧，为了能够多踢他2脚，我还陪他多坐几个站。然后最后我跟他一起是同站下车的，我跟他一起下车的时候，他在那里问我，他说那个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？我说啊，还真有意思。哎，弄巧成拙，自找苦吃。他还在那里问我，他说那个，要不我们加个微信，没准我俩挺合得来的。合得来个啥呀？他自己2个腿都合不来。而且我真的感觉他自己2条腿已经构成了一种开放式关系了，太 open 了。不是很想加入，我也不喜欢这种随时随地会劈腿的男的。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异地恋，以后见他的另一条腿还得去隔壁车厢。不喜欢。而且还有一些那种，我觉得他们都不是把那种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客厅随便坐了，是把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厕所，随地小便。就那种深夜街头啊，什么街道那种路灯，然后行道树都是他们的什么小众打卡点。他每天在那里随时随地标记自己的生活。我有时候觉得吧，如果他有个柱子就可以的话，我们不如以后就把那种男厕里面那种1排小便池，我们就换成一个小柱子，对吧？啊，俗话说得好，8个好汉1个装嘛。够了，就他们够用了。然后我们就把那种省出来的空间全部拿去盖女厕，对吧？这样以后我们上女厕也不用每天在排队了，然后看着空空荡荡的男厕，啊，以后大家都方便了。或者说感觉吧，就其实那种随地小便，从古至今都是会受惩罚的。你们知道那个孙悟空就是因为尿在如来手上，对吧？一开始我感觉他大闹天宫完，如来本来想着要不关他15天算了，后面怎么抬手一看，怎么他上厕所，我洗手呀？哇，好脏呀！反手就是一个镇压，对吧？我觉得这种镇压力度还是不够啊，现在还是老能看到。我以前在那种酒吧门口看到2个男的喝多了，那个酒吧门口有个大柳树，2个男的出来就开始对着那个柳树开始滋了。我路过以后在那里很生气，我说你们2个干什么？其中有一个就喝大了，但是他很有礼貌，他开始跟我道歉，他说不好意思，然后说着不好意思，他就转过来了。我说收起来呀。哎，然后之前讲完这个随地小便的段子啊，有一个观众姐妹特别可爱，她有天在那个微博上给我发私信，她说大强，你讲这个段子我太有共鸣了，我今天也遇到一个男的随地小便，然后啪给我发了一张照片。我有点看懵了，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姐妹是距离多近去拍的那张照片啊，因为她那个照片刚发给我，我点开就变成灰色消失了。前面勇啊，我就希望这种现象也跟那个网上一样吧，生活中也可以尽快变成灰色消失。哎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朱大强，讲到这里。就大家好，我是朱大强。就是大家可能观众也普遍会觉得嘛，我们脱口秀女演员多多少少都对男生有那么一点点小意见。其实也不是，我还挺喜欢男的，就是真的就是所有男的里面，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亚种，就是老头。我太爱了，真的，老头真的有点太好了，他们。大家回头，别看老头。就你们有见过公园里面那种撞树老头吗？我爷爷就是，他那个精神状态太好了，高能量老头。我就感觉他通向那个树的时候，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执念：今天这棵树和老子只能活一个。我老匹夫今天就要蚍蜉撼大树。太厉害了！我就感觉吧，在他眼里面，管他什么杨树、柳树、奇树、偶树，都是社会对他的约束。撞树才是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性和反叛精神的一种行为。老当益壮。哎，真的老壮汉，佩服他们。我觉得有点太无拘无束了，主要是老头无拘，公园无数。我觉得吧，应该利用一下我爷爷的高能量，就是让他发配海南或者东南亚，发挥一下余热，让他去撞椰子树。
吧？你还能撞出一些肉眼可见的成果。撞完以后呢，我们搞一个新的椰子树品牌，叫做椰树牌椰汁。广告语我也想好了：椰撞树，爷爷的爷爷，爷爷头上的包，从小撞到大。对，广告就很健康。哎，我觉得撞树真的有可能是越撞越健康，越撞越长寿的。你们想一下那个寿星公，对吧？头上有个包，手里有个桃，桃怎么来的？他撞出来的，对吧？那就只管去撞就好了，寿命和桃都包有的，包有的。我就真的有点活得太自由了。热天嘛，就会把自己那个老头背心卷起来，挂在自己的胸口，卷得很复杂，卷的是一种介乎于 bra 和项链之间的复杂款式。就是跟现在那种流行的老前锋背道而驰，老没前锋。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这种穿搭，你要穿不穿的干什么呢？真的不理解。我说爷，你每次那个老头背心，你在这里挂一小块干什么？我爷说不能脱，我脱下来放在哪里被别人偷走了怎么办？谁会偷啊？我爷那个老汗衫真的，他已经穿出一种那种下垂感。如果真的有小偷稀罕这种东西啊，偷回去还偷回去那个贼窝，还得偷偷藏起来，不然会被别的贼质问。我们不是什么违法分子吗？你这当什么变态小子？就算真的被偷，那又会怎么样呢？我偷过，我爷爷都没发现。哎，我上一次就是听说有人衣服被偷，就造成严重恶劣后果的，还是织女。你们想对吧？织女在凡间丢了一件衣服，突然就在凡间获得了一个家庭，回不去了。哎，我爷爷啊，居然他有着天蓬元帅的身材，但是居然有仙女同款的担忧啊！我不理解。但我觉得我爷爷好像还算好的，还有那种最后那一小块背心都不穿的，就那种穿衣有肉、脱衣有肉的。好羡慕这个身材，也没有什么身材焦虑，他们裸的层峦叠嶂的，很有松弛感，也很敢松弛。我有时候就想让他们意识到，就那种半裸大爷意识一识，公众场合也是有人在看着他们的嘛。我就搞一些那种街拍裸大爷的活动，每次见一个拍一个，见一个拍一个。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大爷，我朝着他举镜头的时候吧，想唤醒一点那种公众羞耻感，结果我发现他不仅没有羞耻感，他还有一点镜头感。因为我拍他的时候，他朝着我努了努嘴，他在那里。好想的肚皮，好自寒的精神状态呀！我感觉我不如弄一个什么时尚杂志，收录一下这种大肚老男人的自信魅力时刻。杂志的名字我也想好了，叫做《男人不装》。然后再发行一些海外版，叫做《白花花公子》。有点太自由了，就感觉那是什么老头的2个自由点。那个自由点怎么不用那个黑色塑料袋给它包一下子呢？对吧？所以应该包起来的自由点。而且就有时候跟他讲说是多穿一点这种话岗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他有一种那种超绝钝感力，他完全不内耗。我每次跟他讲什么他听不到，因为他耳朵背，但是嗓门大，耳朵越背嗓门越大，这2者就那种相辅相成，相互促进。我参观过我爷爷跟别人吵架，就他骂别人的时候嗓门超大，别人一骂他，他在那里啊。哎，我就感觉这种钝感力真的太好了，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一些启发。我2次出门在那着急化妆呢，结果看见我爷爷，我那个摊着个大肚皮在那个小区广场上面晒太阳。我远远一看，我说：“哎呦，海豹，好松弛呀！”我有时候感觉我爷爷的肚皮真的比我的脸皮厚多了。我有时候觉得他这样子出门都行的话，我什么样不行呢？我就感觉我的素颜焦虑和身材焦虑，有时候直接被我爷爷那个不受规训、不涂防晒的大肚皮治愈了。我爷每天在小区广场晒一块简简单单的那种大肚皮，就把小区广场过得跟那种沙滩一样。我们小区也没有海，有海，海在我爷爷自己头上，一小块地中海。就跟我爷爷那个小块背心交相呼应的。哇，我爷爷每天真的在那里光膀子穿围脖，打一个动物 ，QQ 企鹅。特别我爷爷还有卡痰，每天在那，我就知道啊 ，QQ 爷爷上线喽，很可爱。哎，我爷爷真的有时候感觉又像一个海豹，又像一个企鹅的感觉，他就是一种南极动物。所以我现在正式确诊为我爷爷是一个南极仙翁，对吧？每天撞树撞脑袋包，还担心自己衣服被偷，真的，我的神仙爷爷啊，老仙男，活得有点太潇洒了。但我有时候还是希望老仙男能多少还是穿上一点吧，也希望我能拥有一些我爷爷这种老头的松弛感。我现在就致力于做一个那种精神上的老头，我自由不受规训，也充满主体性。我主动去撞生活中的每一棵树，我越撞越死撞。如果有质疑声，我也在那里啊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戴强。
其实我呀，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成熟美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西七啊。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坦白一个事情，就是我曾经呢是一名文艺青年，我当得太早了，我高中就喜欢大斌老师了。真的，那会儿高考动员会，老师问我们，你们以后都想去哪里呀？同学说清华、北大，我说大理、拉萨。老师很生气，说：“那你以后能做什么工作呀？”我说：“我能当作家、主持人、民谣歌手、酒吧掌柜、黄金左脸。”所以我高考结束就马上去了一家青年旅社里面做义工，在浙江一个古镇叫西塘。哎，我在那里生活。很荒唐，因为我是那个青旅里面唯一的义工，我以为我去那儿可以净化身心、洗涤灵魂，没有净化身心，只有洗涤灵。我每天除了打扫房间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客人玩狼人杀。同学打电话问我西塘人多吗？我说狼人挺多的。然后那会儿大斌在西塘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，叫大斌的小屋。嘿嘿，真有同道中人啊！我特地就去那里朝圣了。哎呀，不要嘲笑我，好吗？好的。的人都知道啊，就那个酒吧，它有一个环节，就是让每一个观众轮流讲出他自己的故事。一个大哥站了起来：“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，走了1天1夜，以为自己要死了。这时候，一头牦牛走了过来，亲了亲我的额头。我知道。”我要见到神明了！啊！这个张飞是从哪来的？张飞，这也太装了吧！但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，因为下一个就是我。我能讲什么？我才高中毕业。我说我之前一个人。误入了尖子班，模拟考试之后，我以为自己要死了。这时候，一头班主任走了过来，敲了敲我的额头。我知道，我要见到家长了。我当时在那个青旅里面待了1个月左右，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，基本上都是背包客、骑行的和大学生，搞得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们青旅有规定，不能接待有钱人。我在那认识了很多人，没有一个正常人，他们都在朋友圈里卖佛珠，最近开始卖盲盒，买了一个，打开是佛珠。当时有一个光头哥啊，在我们青年旅社里面常住，他头上没毛，但他脸上全是毛，他留络腮胡，我当时乍一看，以为他头长反了。光头哥是那种很典型、很老派的文青，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被社会时钟裹挟的人。他那会儿经常攻击我，他说：“像你这种只会死读书的人。”我说：“哥，我只考了一个2本。”他说：“你以后只会过那种最无聊的生活，你只会找工作、等升职、坐公务舱、住希尔顿。”我应当珍惜这份祝福。光头哥又说：“他说你要记住，你是为自己而活的，人生没有什么目的地是一定要抵达的。”我说：“我还没去过拉萨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是白活了。”所以我
我大2那个暑假就决定要进藏，都说青春没有售价，硬座直达拉萨，但我没有坐硬座，我走路去。我是一边走路一边搭车了，还好吧，主要是搭车了。哎呀，走路太累了，我只是喜欢当文青，我又不喜欢运动。我当时年纪小啊，特别期待在路上碰到的人都是大兵书里面那种人，所以我一上车迫不及待问司机，我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？你是流浪歌手还是地下诗人？司机说我放年假。我说那你逃离原生家庭？他说没有。我说那你感情受挫？他说没有。我说那你肯定有抑郁症？他说不想做就滚下去。我的小嘴巴就闭了起来。我意识到这个车里啊是禁止文艺的，这不是一辆文艺之车，这是一辆汽车。2个人啊，在那个国道上走了2个小时左右，又搭上来一个男孩。那个男孩上车就问我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想去西藏？”我当时真的很紧张，透过那个后视镜看了一眼司机，我说：“啊，我放暑假。”那个男孩说：“我之所以想去西藏，他离滚下去不远了。我之所以想去西藏，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，走了1天1夜。”我说：“哎，好耳熟啊！”我还没说话，司机也坐不住了。司机说：“这个开头听了7、8遍，这无人区怎么人山人海的呀？”我当时进藏大概进了10天左右，路程很苦，但真的很美，但真的很苦。我现在已经完全过不了那样的生活了，我还是很想再去西藏的，但我要公务舱进藏，我要风光大藏。你们也能听出来，以前的我呢是没苦硬吃，现在的我没钱硬花。但很多改变呢，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了。前2年，我跟光头哥又见了1次面，在西塘那个青年旅社里面，距离我跟他第1次见面已经过去10年了，一切都变了。他结婚了，有了小孩，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但我能看出来，有些东西没有变，他还是没有长出头发来。我当时特别想跟他说：“乖，摸摸头。”那天晚上，我跟他在青旅里面聊天，聊得很晚。光头哥说要走，我说你要去哪里啊？他说：“哦，单位给我在附近订了希尔顿。”我当时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没有忍住开口问他：“你不是说人生没有目的地一定要抵达吗？”他没说话，但他的手机发出声音：“您的专车已经抵达上车点。”谢谢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翔宇。先磕了一下，好尴尬呀！哎呀，然后第2年录节目了，然后确实还是不是那么适应。然后去年录完之后吧，然后就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，每次去都让我聊哲学，但我就是个本科生的水平，给我感觉是去答辩的。问我说：“翔宇，你怎么理解尼采？”我想说我没有选修这门课，尼采我都是在网上看的，我都怕说出来过不了查重，直接学术造假把我抓起来。我后悔，知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还有，因为我说我是应届生嘛，就老师让我代表年轻人，甚至有次非要宣传我是青春难到。我说别吧，我都27了。
我只是延毕了。那你是不是只要在读书就一直是南大？整个宿舍一起延毕到80。哎，耄耋南大。啊，一起推着轮椅去上课。老师说：“同学们，我这门课今年可能会挂几个人呀。”然后我之前还去录过一个节目，主题就让我聊这个青年与中年，然后跟我对谈那个嘉宾是一个中年文艺老登。不是马老师啊，是我。那个人才是真的奇葩，我跟你说。当时我一进去，然后那人在那儿喝水，我说：“老师，您这个杯子挺漂亮的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我在日本买的，我之前是在日本留学，从小就比较喜欢日本文化，现在也没事就会飞东京去浅草散散步。”谁问你了？谁问你了？我一句话了解一个男人半辈子。我聊的不是杯子吗？没聊你呀。你在这儿装什么杯呢？后来又聊到那种什么中年爹味儿的话题，他就又来了。能理解你们年轻人，爹肯定是不好。我年轻的时候呀，你听哥一句劝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太诡异了，就是一个老登在教你面对青年困境。我的困境不就是你造成的吗？那种感觉怎么说呢？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山东的饭桌上听主陪大聊女性主义，这我都懂。孔子、孟子、上野千鹤子。然后我最难理解的一类工作吧，就是让我给建议。说给应届生建议，给年轻人建议，甚至给职场人建议。我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，天天到处给人建议，我成专家了。妈咋的？本生专呀！我自我认知觉得我是靠讲脱口秀被大家认识的，就你让我搞笑我 OK， 但是聊别的我是真不会。哎，我是真的很难理解。为什么现在人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就，你就可以掺和其他领域？你像现在很多人火了之后就会出书，当作家，我送过你。哎，以前出书很难的，你想想司马迁。你现在把《史记》和那种明星畅销书摆在同一个书店，司马迁看到什么反应？说啊，这样就可以吗？我受宫刑忍辱偷生值得吗？还迈不过这个人间不值得啊！他难道比我还切中要害吗？我发现真的很多成功人士的建议都是废话。我看了很多，我发现无论是谁啊，给的建议里面一定都有一条，就是不要老是玩手机，多阅读，多生活。我又不傻，我知道阅读跟生活是好事，做起来没那么容易的。你没有试过在地铁早高峰看书吗？那书你都打不开，你想看只能这么举着，就这么努力，在古代得是个举人。旁边的人看着都觉得这人疯了吧，2号线犯禁。然后我真的也被人问过，说翔宇，你在人生的低谷会反复看的书是什么？我看的是《斗罗大陆》和《斗破苍穹》。就是那些崇高的思想、细腻的情感，你是要花精力去品的。你说你累一天，晚上回家瘫在床上就不想看那种文学大部头，费脑子，砸脑袋贼疼。我看什么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白天过了。你说你要是被领导、客户大骂一顿以后，你是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花60页讨论是否要对恶人正直善良，还是看《斗破苍穹》，谁惹我全杀了？
你看现在大家都喜欢看这个短剧、爽文，那不还是因为现实生活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吗？这你要真过成爽文，谁还看爽文？我就不信马云会看爽文。啊，一觉醒来我是千万富翁。马云说我破产了。哎呦，这种苦难文学，在这消费痛苦，不看，太压抑了，还是过我平凡的生活吧。我真心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过得好，但这是不是也像是一种幻想？所以我就不想给建议，我想拍个短剧，一觉醒来，我们每天都有时间阅读和生活。谢谢你们，我是肖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洋。哎呀，算是重回到这个舞台了。就是大家也知道，去年参加了2个很优秀的节目，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啊，甚至还出了一本书啊。书名叫《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被冒犯了吗》啊。然后，但说实话，多了很多的机会，现在甚至能拍一些个影视剧了。前一段时间甚至还拍了一部院线电影。好吧，这个牛只能吹到这儿了。因为我那个角色实在是太小了，就是那个角色小的，就这么说，就如果你想在电影院看到我的角色，得我跟你一块儿去电影院。我就坐你旁边，一到那我说，哎，你说，那就是我的角色，就那么小。但说实话，这种机会非常的难得。但我这个人是这样的，只要机会难得，我就会觉得不配得。我到那儿特别的紧张，我到了剧组，我什么都不敢干，我生怕我干任何一件事他们就把我给换了。我甚至我不骗大家，真的，我饭都不敢吃。剧组老师说，刘老师吃盒饭吧，我说我从不吃饭。我生怕我一吃饭，他说这个演员竟然吃饭，赶紧把他换一个没嘴的过来。我特别紧张，尤其是我看到那个收音的麦也是，第一次拍他有那个麦，各位见过哈？我看这玩意儿压力大死了。我不是因为别的，我是因为他离我太远了。我在想，这个麦离我那么远，我如果台词没收到，他觉得是我演员的问题，把我换了怎么办？所以我想的是，我要在拍的时候尽量离他近一点。我就一说话就是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然后他说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突然想亲我这个人。但是有的时候最紧张的是，他有的时候他这个麦要贴在你的皮肤上，他直接贴在皮肤上，这个真的压力太大。因为我这个人特别能出汗，就这个麦根本就贴不住，我太能出汗。当然这不怪我，这怪我的基因，因为我姓刘嘛，姓刘的当皇上的时代是汉朝。什么东西？又汗又潮。我这个麦只要贴在我身上，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，一贴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，感觉是那个麦说行了，嘴说的也差不多了啊，我们听听肚脐眼怎么想。然后每次都掉，我说我是怎么发现的？是那个导演拍了几条跑过来跟我说，他说刘老师，表演特别好，表情动作都很到位，但是如果您对我们的台词有意见，能不能说出来咱们商量？不要直接删掉。我说我有病吗？我一共3句台词，我删1句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比较喜欢偶数嘛我。然后我说，他说你看看回放，我一看回放，我的天啊，各位，我何止是删掉，我还怪叫啊。那个麦就往下的时候，我这个声音就越来越拖，逐渐消失，然后一阵沉默之后，就是一个喉咙里的怒音。就在因为我的麦在掉，我一说话就是你今天怎么看见了？之所以有喉咙里那个声儿，是因为我的肚子在叫，我肚子在叫是因为我没吃饭，我因为没吃盒饭，我差点领了盒饭。然后我跟音响老师说：“我说老师，该真你帮我解决一下，这个老往下掉怎么办？”音响老师说：“刘老师没事儿，我给你一好东西，这个劲儿大。”我说：“我可不碰劲儿大的啊！我刚进影视圈，想让我塌房。你别以为我脱口秀圈的我没见识，我们圈最不缺的就是教训。”
我说不是，这个是胸带，勒的劲儿贼大。我说你们这儿好好说话，判几年啊？你们这儿？胸带是什么呢？各位是这样，它就像一个皮尺一样，是一个肉色的皮尺，它直接勒在你的胸口，然后记住了，它把那个麦直接夹在胸带上就行，怎么出汗都没事儿。我说这也太牛了。他说更牛的是，整个剧组只有你有。我说那我可得好好珍惜。好，同学们上课了啊！我呢是一个高中的班主任，给大家稍微公布一下我的教龄啊。好，从9月1号到现在，咱们也是教了1个学期了。哎，我整个人长得就特别不像一个新的老师，整个人湿气特别重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，身边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，就去考一张教资。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，我一照镜子，哎，就差一张教资了。很多新的老师，他们的身份呢，从学生转到老师，特别不适应，觉得自己讲话太客气了，镇不住学生。在我这儿从来没有这个问题。我的室友呢，他也是一个新的老师，他特别紧张，因为他长得比较稚嫩。他开学之前呢，就在网上一直在搜新教师攻略。他甚至还去搜了新教师发火逐字稿。我说你现在不光身上有学生气，每天还要上网学生气。而他上网找了很多老师的这种经典语录，他找了以后呢，不管不顾，直接往班里边就带，一进去就你们就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哎，我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你带的唯一的一届呢？我就跟他说，你不要整那些没有用的，浪费时间。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。我开学第1天一进班，什么都没说，我就抱着手在讲台上站了2分钟，我就看，一直看，看到后来我们班最后一排一个男生那纸突然掉地上了，我轻轻说了4个字：下不为例啊。哎，就那一瞬间，我看到我们班小孩的表情，我就知道，老娘天生就是干这个的。我后来感觉啊，当了半年老师以后，为人师表的表在我这儿大概是表面的表。说实话，现在教学水平有点配不上我的长相了。哎，我们班小孩老跟我说，老师这个不会那不会，在班里边特别紧张。我说你们紧张什么？我跟你们一样紧张。很多知识点，老师就比你们早知道1天而已。有很多很有经验的老师，生怕自己讲太慢了，考试之前讲不完。我生怕自己讲太快了，因为真的多1分钟我都没有了。我现在最讨厌就那种提前预习的小孩儿，非要问我下一个单元的问题。我讲什么你就听什么，哪儿那么多问题呀？你一个人这样超前1分钟，40个人超前40分钟。这节课上自习吧，根本就上不了这课。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个老师的小秘诀啊，我觉得特别好用，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咱们不要慌，千万不能让学生看到你脆弱的一面。哎，有一次我上课上到一半，我们班小孩直接指出，老师你这 PPT 里面好像写错了。哎，我面不改色心不跳，我说啊，是吗？只有他一个人看出来了吗？老师觉得很失望，很失望。一定要稳住，一定要稳住。而且你自己立了一些规矩以后呢，自己就不能再犯了。我上个月跟我们班小孩说，不要把你那奶茶往班里带。那我奶茶现在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每天都灌到保温杯里边就进班了。我们班小孩一看我，我也很心虚，我直接就上课突然喝一口，珍珠进嘴了，嚼不嚼呢？哎，我经过我们班小孩听他们在那议论我，我听得特别清楚。他们说现在老师是不是压力有点太大了？
怎么老在这生嚼茶叶呢？但我上了几个月的班以后呢，我发现我整个人湿气有点侵体了，整个人这个行为方式跟思考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了。比如说我小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《哈利波特》，我觉得哈利波特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、最自由的人。但是现在哈利波特重映了，我又去看，我坐在观众席，我脑子里就一个想法：谁要当他班主任，真倒了8辈子大血霉了。我从电影院一出来，我给我同事打电话骂了半个小时。我说他想干什么呀？啊，整天逃课打老师，真当自己是小英雄呢。为什么当时我那么生气？我说真的，有点共情斯内普了。哎，你别看斯内普长那样，没准叫龄就2年。我现在除了想法，我行为上也有很大的这个变化。有一次我在剧场演出，演到一半，坐第1排那女生手机突然响，你别害怕啊。我手机突然响了，我都不是被她那个手机铃声打断，我忘词儿了，我上去就，差点把人手机当场给没收了。还有刚刚气氛组，就是拍灯之前没有举手。夸过我，夸过我。而且我现在去过的演出，我演完了以后，那场子热不热、好不好笑，咱不知道，但一般秩序都非常好。甚至还有演员朋友就跑过来跟我说：“哎，多少老师，您在讲，就我们在讲的时候，您能不能不要在后台那扒着门缝看我们？我们很紧张。”我说：“你讲那么差，我看一眼怎么了？这么不幽默，下不为例啊！”我今天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呢，还是想跟大家说，就是老师呢也是活人，就我们下了课以后呢，也是会讲讲开放麦呀，喝喝奶茶什么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有我的学生在看我的这个演出呢，我还是想跟你们说一声，作业写完了吗？看什么呀？我今天先讲这么多吧，因为多1分钟老师也没有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墩儿。